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，今天给大家带来街头霸王3D。咱们选一个隐藏的角色布莱尔。为什么选这个角色呢？因为格斗游戏里边，我对御姐型的角色都有一些特别的理解。那这个角色呢是玩腿的。必杀技方面，下前脚、升龙脚，重的是2段，轻的和重的是1段。这招是升龙拳，下后脚，下后脚里边可以用超杀来取消。哎，对面使用了，这是一个什么投技？能不能教教我？我也想用啊。每局结束之后，还会有一个慢镜头来回放。第2局演示一下另外一个超杀，这是下前拳。这个角色就这么2个超杀。好，刚刚这5脚呢，它是下后腿的3段。其中第1段和第2段、第3段之间是有间隔的。如果你被防住的话，那第1段之后是容易被打的。刚刚打的那个角色，你可以认为是龙。这个角色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，他穿着一个骷髅外套，但是他是一个原创角色。虽然这个游戏叫街头霸王3D， 好吧，原版名字叫街头霸王 EX。但是呢，他的角色是分2波的，其中街头霸王的角色版权是归卡普空的，但是这些原创角色的版权它是归制作组的啊。制作方呢是街霸的元老西谷亮成立的公司，所以说这也给这款游戏后面的开发留下了一些隐患吧。好，我使用了超杀之间的相互取消。超杀之间的相互取消最大可以做到3段，因为你的气一共最大可以载3条。跟大家说明一下，刚才我跳过了一个角色，因为那个角色的背景我觉得有一些不大恰当出现在游戏里，所以就取消掉了。有可能是我多心了。所以说咱们现在打的呢是第4个角色，这个角色的人设让我想起了拳皇系列藤藤香橙。包括他也有当身技。好，这就是取消了3段超杀。看这个血量，剩1/4了。这款游戏在街机平台应该是出了2座，1代、2代。其中呢，1代和2代各有一个加强版 Plus 版。Plus 版就是增加了一些新的角色，但是呢，它也是2代。在 PS2 平台那出了3代，后面就没有了。这是肯。其中传说当中的4代呢，已经改了名字了，叫做格斗领域。这款游戏在18年的年底已经出品在 Steam 平台上了，售价还挺高，116。哦，这个角色被投出的姿势实在是可以。有机会的话，给大家录一下3代吧。3代毕竟出品在家用机的2公主平台，所以说声像效果是比较好。这一套打起来非常的华丽。这款游戏可以这样说，当年卡普空出品它是为了和 VR 战士还有铁拳对标的，但是游戏的素质来讲还达不到后面2者的高度，所以说这个系列最后被放弃是情有可原的。再加上版权上的一些因素啊，毕竟角色分属2个厂家，这样你想制作新作的话，版权就有点敏感。你要么呢就买，要么呢你完全使用自家的角色。完全使用自家角色，刚才也说了，出了一个格斗领域。但虽然画面看起来是3D 的，实际上玩法核心仍然是一个2D 的玩法。这是什么投技？我这招可不可以也教教我呀？
这帮家伙是不是故意的？这摔起我这个人物怎么招式这么怪异？我感觉我忙活了半天，不如人家几下。对面可能是个摔跤手。哇，这个剪刀腿看起来好疼啊！这个游戏除了在街机平台，应该在 PS 平台也推出了。好，我又来了，取消3段。刚刚对面角色使用了一个，我的天，幸亏打点高了，我没被他抓住。这被抓住不一定跟我施展什么技能啊，没准这个画面我都要切掉的。哦，这一下打在了他的关键部位。那其实游戏的系统上还有一个招式，就是比如说中拳和中脚一起按，他手上或者腿上会闪光，击中对手的话是一个破防。但是呢，这招的出招时间比较长，并且呢需要消耗一个气。这什么姿势啊？果然啊，这帮家伙都是故意的。刚才桑尼尔夫完全可以使用一个梅花大作，结果呢，他非要使一个这个招式。我发现木鸭技打他们挺好用的。每次玩大概是10关。哎，你看啊，他又不使用梅花座，非要搂抱一下。哦，看我这一套，打了80%的血，而且呢，我只是使用了2个超杀。哎，桑尼尔夫的腿的超杀，可惜最后被我防住了。他这招呢不连贯。这款游戏是有伤害修正的系统的，那你取消3个超杀带来的伤害不一定就很高，消耗还很大。哦，这个货扔炸弹，哇，这绳子绕过去了，直接就是一个超杀。像这种原创角色往往比较难打，因为街霸系的角色，毕竟你知道他的一些招式，你比如说你碰到龙或者啃了，他发个波动拳，然后呢你跳过去他升龙你知道他的招式和套路，但这种原创角色就很困难。尤其是在打他不熟的情况下，非常容易吃亏，甚至对面有一些指令头破防技，非常容易咱们就吃掉了。所以这家伙玩炸弹和绳子，不像龙和肯是玩波的。当然了，以前我玩街霸也喜欢玩波升流，玩波玩的还可以。现在就喜欢玩这种用腿的，喜欢玩腿了。这个骨裂的还原度真的好高，哎，这个货使用了一套连续技，他没看见我防御吗？怎么还用出来了？没血了，最后怎么终结他呢？我这么多气呢。好，下段踢了2个中腿，第2个中腿他就吃了。像这种节奏化的确认，打 AI 不是特别好用，一般 PVP 的时候用处还是挺大的。我有3格气，哎，没连出来这一下，这下连出来也带不走啊。这回差不多了。哦，剩一点点，跳过去抓了他一下，这完全是 PVP 的套路。这里呢，咱们要打隐藏角色好鬼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咱们一局也没有输。好鬼是非常难的，你要先看他给不给你机会。他给你机会的特点呢，就是站在地上发波；不给你机会的特点呢，就是开始频繁的阿修罗闪空，频繁的来回闪，这就很困难了。
另外，对面这个角色呢，哎，为什么他看到我躺在地上在那儿射波动拳？这个角色反正 AI 嘛，大家都懂，尤其格斗游戏的 AI。比如说你俩近距离的站着，你突然出了一个中脚，那他马上一个升龙或者一个大就把你打了，就是他可以读取你的输入招式的指令，我感觉。AI 这一点还是很恶心的。第一局非常勉强的赢下来了啊！第二局你看啊，他开始闪了，有3格气。哎呦，第3个气我交的时候犹豫了，我感觉不应该交，不交的话也能打他半格血，交了的话我就没有资源了。然后对面呢，哦，好，他也没有资源了。他差一点点血了，还需要打2下大概。哦，我半格血哪去了？这就没了。哎，我超杀他跳起来了，我的天！幸亏后半段没中。哦，那这样通关了。我刚才好险啊！如果后半段中了，直接这局就没了。那通关之后呢，会带你回顾一下你击倒每个角色的时候使用的技能。还有精彩的片段。那好吧，这样一款街头霸王 3D 就给大家录制到这里。其实我感觉上它核心呢和当年在2公主平台的拳皇 3D 骨子里是一样的，也是一个2D 的玩法，虽然套着一个3D 的外壳。那好，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个游戏再见。